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喜剧选角风暴，刘浩存的零 vs 李沁的稳，谁能撕开戏曲双重人格？一个零，一个稳，这句话把喜剧的女主角选角争议推到了明面。刘浩存的轻盈感对上李沁的厚重感，看起来像是对演员特质的简单概括，可往深里看，这6个字背后藏着的是对表演深层裂痕的挑剔。喜剧不是那种让你轻松笑完就过的戏，它的名字叫喜剧，可最扎人的地方从来不是笑，是笑完以后心里堵的那口气。原著里有2个重要的女性人物，一个站在舞台中央，光芒万丈的旦角万大莲，另一个是默默付出，替他挡风遮雨却最终被忽视的潘银莲。这2个角色不只是谁更漂亮的问题，他们命运错位、资源差距、情感压迫都挤在同一张生活网里，长得相似，活法却不同。现在观众盯上这2个人选，不是偶然，是必然。你要想拿下观众的心，就得证明这套抠细节、拍人味的路子能再走一遍，而且还能更稳。原著角色深挖双重人格的撕裂与伪装。万大莲这个角色站在那儿就像一道光，她是戏班的当家花旦，台上是角儿，台下是焦点。可这种焦点感最要命的地方是她逼着你演，你的演给观众看，演给同行看，演给那些想靠近你又想利用你的人看，到最后连你自己都分不清哪张脸是真的，哪张脸是装。潘银莲不一样，她是那个被替身的人。贺家贝娶了她，不是因为爱她，是因为她长得像万大莲。她活在别人的影子里，可她有自己的活法，隐忍，但不止于隐忍，沉默，但不代表没声音。她的在传统束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又的在关键时刻爆发出足够的力道，让观众相信这个看似温顺的女人骨子里有硬东西。影视化改编最怕什么？怕把这种多维层次拍平了。万大莲不能只是漂亮的花旦，潘银莲也不能只是可怜的替代品。他们的活着得有呼吸，得有自己的一套生存逻辑。演员特质对决，谁更扛得住撕裂感？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刘浩存和李沁，一个被说零，一个被说稳，听起来像评价词，其实指向的是表演质感。刘浩存这边优势在于年轻感和轻盈度，他身上那种干净清澈的眼神，很多人第一反应觉得是和万大莲那种站在高处却略带疏离感的角色。他能从北舞的舞蹈功底里挖出点东西，身段、姿态、节奏感，这些都是戏曲演员身上该有的。但他要面对的挑战也明摆着。万大莲不只是台上惊艳，他还有台下的深沉与撕裂。你得让观众相信，这个女演员在卸妆之后依然能撑住角色的重量感，而不是一离开舞台就轻飘飘的。李沁的路子更沉，她在《楚乔传》里演过楚儿公主，层次递进自然。在《庆余年》到《请君》一路走来，没有激烈爆点，但每一步都踩得扎实稳妥。她身上有种慢慢建立信任的气质，是那种不靠热搜堆出来，但能让人慢慢信任的演员类型。可问题也在这里，她早年学的是昆曲闺门旦，文戏多，重唱功，而秦腔的风格可能与此不同。而且她已经很多年没练了，估计早退宫了。更微妙的是，李沁当年为了当明星放弃了戏曲，现在再来演这种戏比天大的戏痴角色，可能会被解读出额外的意味。喜剧要的是一种把话咽回去还能继续演的能力，不是让你把台词念对，而是让你让人物活着。万大莲最难的地方是台上台下的切换。台上她是角儿，一举一动都带着城市的美；台下她是女人，有欲望，
有挣扎，有算计。这种切换不能太生硬的像呼吸一样自然。你看他在后台卸妆，眼神从台上的光芒变成台下的疲惫，中间的有个过程，不能咔嚓一下就换脸。潘银莲的难度在另一个维度，他的演出隐忍中的爆发，你不能让他从头到尾都温顺，那样观众会觉得憋屈，可你也不能让他突然就炸了，那样会显得突兀。他的情绪的像水一样，平时静着，可底下有暗流，关键时刻能冲出来。这两个角色都需要演员懂一点戏曲的东西，但又不能太像戏曲演员，因为影视表演要的是生活感，不是舞台感。你让一个真正的戏曲演员来演，可能身段对了，可镜头一拉近，那种表演感就出来了，观众会觉得假。其实最聪明的做法，可能不是让凌和文打擂台，而是让他们互相成全。万大连需要灵动，但不能只有灵动，他的在灵动里藏点沉重，让观众看到他光鲜背后的代价。潘银莲需要沉稳，但不能只有沉稳，他的在沉稳里透点锋芒，让观众相信这个看似温顺的女人，骨子里有不肯弯的东西。两个角色放在一起，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张力。他们长得像，命运却截然不同。他们活在同一个男人的世界里，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。这种对比本身就能讲故事，关于选择，关于代价，关于一个女人在传统与现代夹缝里能活出多少种可能。说到底，喜剧要的不是哪个演员更好，而是哪个演员更合适。合适的意思是，他能把这个角色的魂演出来，而不是只演个壳。回归作品，表演的答案在角色之中。现在大家吵得越热，反而越能看出这部戏真正的门槛在哪。门槛不是热度，也不是流量包装，是对细节的耐心，是对人物分寸的把控。你要让观众相信，万大连不是漂亮的花旦4个字就能概括的，他有自己的算计，自己的欲望，自己的脆弱。潘银莲也不是可怜的替代品那么简单，他有他的尊严，他的底线，他不肯妥协的东西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演员名单先热起来会那么刺眼，因为他把行业最薄的那层透明窗户直接照亮了。你以为观众买的是作品，其实他们更先买的是可信度。当大家把喜剧的胜负压在人选像不像、底子够不够的时候，你还能坚持说观众只看剧情，不看演员吗？问题的答案，可能的等戏拍出来才知道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不管是刘浩存的灵动，还是李沁的沉稳，最后都得过角色这一关。过了就是突破，过不了就是争议。而喜剧最狠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不给你糊弄的机会。你要么把人物演活，要么就被观众的眼睛淘汰。在这个戏里，表演没有中间地带。